有一个人，他对你心怀愧疚，他不敢照镜子，不想看见自己的脸，不敢直视自己的眼睛，因为他心中充满惭愧，对你的惭愧。他非常清楚，他对待你的方式是不对的，但是在表面上，他不敢承认，他完全的躲藏了起来。你们曾经有过语言的交锋，他严重的攻击了你，言语攻击，情绪攻击，讲话毫不留情面，而且这不是一种说他情绪上头了，停不下来的状态，而是他的人格特点里边，人格结构让他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一定要让他自己感觉到他是拥有权利的，他是权力大于你的，他是可以操控你、拿捏你的。即使他向前一步走，你们的关系会断裂，你会受到伤害，他也在所不惜。天呐，宝贝，你真的是受到了很严重的心灵伤害，这出来的全都是宝剑，一把一把宝剑，就是他的刀锋，他说那个话就好像朝你扔刀子，扎你的心，锋刀双剑严相逼。他不但自己一个人这么做，而且他操纵舆论，就是给周围的人造成一个印象，说是你不对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拉拢路人到自己这边来，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，他绝对不能输，绝对不能认错，因为他这样做，他就觉得承认某一个行为、某一句话的错误，就等于否定了他这个人，整个人就否定了他的存在，会给到他一种好像濒死体验的那种感觉，他绝对不想面对这个感觉，所以他就是不惜一切的要保护自己那个安全感，或者说是面子，或者说是地位。这个人对不同的宝贝，你们的情况可能对应到你的家人，或者你的朋友、同事、上司。他心里最深处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他知道，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他的那个人格结构不允许他不这样做。他知道你受伤害了不？他非常知道，但是那个不是他关注的重点。他的重点是我不能丢了我的面子，我不能丢了我的舆论阵地。我能体会得到，宝贝，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，你以为他值得尊重，值得尊敬，然后他突然对你发动的这个攻击，你完全措手不及，甚至时至今日你都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。你可能会去想，哎呀，那个时候是不是水星逆行了，我们言语产生了什么误解呀，词不达意啊，还是我哪里做错了呀？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？宝贝，现在你看到牌，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知道，完全不是你的错误。他如何对待你，他对你那个方式，并不是你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的反应，反而是他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的反应。他是很 reactive， 这个宝剑骑士也是，权杖八也是，都是一个非常快的行动，点火就着。怎么让他心里稍微觉得不舒服了，稍微觉得哪里受到挑战了，他立刻就行动。那一刻他想的只有保护他那个脆弱的心。宝贝，你受苦了，我们生活中确实人和人不一样，难免就会遇到这样的人，尤其是如果他还是跟你关系亲近的人，甚至是你的家人伴侣的话，就真的伤害很大。如果是一个朋友，你看清他了，你还可以跟他保持距离。如果是关系更近的人，真的是很伤心，很头疼。今天宝贝，你刷到这个视频，是宇宙在给你传讯，告诉你不要自责，不要困惑，你什么也没有做错，你以善良的姿态去面对他，你更珍惜你们的关系，你没有觉得说面子是多重要的，甚至你都没有想去跟他吵，你是珍惜你们关系的，你甚至之前你是比较尊重尊敬对方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和给你造成的困惑是非常的大的。但是现在你清楚了，这个完全是对方的人格特点问题，人格结构问题，是他内心的阴影没有疗愈，他从小是怎么样长大的，他的父母是怎么对他的，给他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格，
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反映了他自己的阴暗面，而没有反映到宝贝你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人面对不是你，面对另外一个人，他也会这样行动。而且你跟他越亲近，他就越可能对你亮剑。他现在的情绪已经没有那么激动了。我今天一开始直接连到了一个很愧疚的能量场，他可以说为了保护权势、地位、面子，不惜一切。他这些事情现在做完了，他平静下来了，他想要保住的那些东西保住了，但是他不快乐，很不快乐。刚才说了，都不敢照镜子，不敢看镜子里自己的眼睛，不敢承认，他觉得对不起你。但是以这种组合出来的能量，当你们再次遇到跟之前发生冲突、发生争执时候一样的情况的话，他可能还会不加思索的直接行动，对你亮剑。宝贝，你在心里边可能一直希望他可以跟你道歉，他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不是说你需要一个面子上的承认，而是你觉得他不可以伤害了你之后就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然后关系继续下去。你没有办法那样做，因为那样做是对自己的背叛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对方必须得先做出一个道歉的行为，才可能给你机会去原谅他。当然，我这里只是为大家带来这个讯息，你原谅他还是不原谅他的这个选择自主权完全在宝贝自己手上。但是我可以看到你现在的能量萦绕在这个人身上一部分，你去想他到底会不会跟我道歉，我们的关系还会不会往前走。换句话说，就算这个关系我不要了，他心里边有没有愧？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吗？宝贝，我现在其实是非常尊敬你的，可以这么说，心中升起了对你的敬意，因为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你没有允许自己被击垮，即使心中有痛苦，你仍旧坚守自己的阵地，脚踏实地的去做你的工作、你的学习、你的自我提升，把精力都投入在你认为值得投入的地方，而不是持续的被来自那个人的伤害所影响。能做到这一点的人，让人肃然起敬，让人佩服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。你这样去工作，你并不是尝试不去面对过去的伤害，你并没有尝试用工作麻痹自己，相反，你是真的非常认真对待你的工作。你觉得即使是这样，即使他这样表现，即使我很困惑，即使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未来，但是我的工作不能丢，我搞事业赚钱，我学习，我考证，我开展副业，我对自己的计划这一方面对我是重要的，无论如何不可以受影响，我就是积极的去投入在里边。我看到了你的专注，也看到了你的承载力和人格的立体度、人格的深度，所以你现在就在你给自己规划的每天怎么工作、怎么生活的这个日常之下，尝试使自己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。对方回来道歉固然好，你原不原谅他是一回事，自己的生活平衡、自己的重心不被对方给影响了，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宝贝，你真的很坚强，宇宙就会带给坚强的人回馈，因为你发出去的都是那样善良、美好、专注、持久的能量。直接宇宙这边告诉你，放心宝贝 Ten of Pentacles， 你看到这边你在投入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小老鼠吗？你挑灯夜战的时候，你研究工作的时候，研究学习的时候，这个小老鼠就会带着你找到宝藏，实打实的经济收入、社会地位、生活稳定，包括自己的房子、自己的衣食住行，你会得到这一切。这是属于对你的一份过去伤害的补偿，以及对你积极投入的肯定。因为这就是 cause effect， 因果，前面发生了什么，后边就自然而然的接下来发生这件事情。我看到我的底牌现在是 The Star， 我看到宝贝你现在在疗愈，你正在从过去来自那个人的伤害当中逐步的走出来，你没有退缩，也没有报复，你的维度和频率是非常高的，你的
三眼轮在发光，你可以感知到来自更高维度的疗愈的能量，宇宙说的话，包括今天这个视频，你可以听到我为大家传送的这个讯息，你就是有很高灵性的，可以接收到这些讯息的宝贝。你现在在丰厚的物质回报当中，和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你可以体会到的能量上的宇宙大爱当中，逐渐的平复了过去的伤痕，而且你的未来充满希望。整个这些牌 The Star 是我们的唯一一张大牌，它是影响力最大的。任何时候出现星星牌，包括我以前的视频也说过，无论你现在是处于什么低谷，你都一定会走出来，一定会上升，一定会上扬。北极星指引着你，天上所有的星星的星光为你闪耀，为你疗愈，为你指引。你已经走在这条上升的路上，过去所受的伤害是你的最低谷，但是从那以后，你只会步步高升，越走越好。无论对方克服了自己的人格障碍、心理问题，来到你面前跟你道歉，还是说他一直躲在自己的人格面具背后，一直即使有愧疚，也不敢在表面上表现出来，但是这些逐渐的对宝贝都不再有影响了，因为你也感受到自己是宇宙之子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博大的美好的能量，远远比你与这个人的关系，你与伤害了你的这个人的关系重要的多。你逐渐脱离了这个人的版图，他离你的画面越来越远了，他所架构的那个结构已经无法对你产生影响，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，宝贝，写下留言，我的未来一定会更好，来坚定的跟自己说，跟宇宙说，坚定的走在我们现在所走的路上。你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，你的高维的灵魂家人都在鼓励你，为你欢呼，为你引路。你的光不仅仅是疗愈了自己，任何人，包括我，今天看到你的故事，都会感受到来自你的光，都会感受到被你照耀。如果你现在觉得你一个人孤军奋战，宝贝，看见这个可爱的小老鼠了吗？无论你能不能看见它，你并不孤单，你并不是一个人。你现在所自我坚持的，一定会为你带来好运，为你带来财富，并且你会成为疗愈其他人的星星，成为别人的北极星。非常感谢宝贝你能来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感谢你自我坚持的光芒也照到了我身上，谢谢你。